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1.69，收盘价是284.9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6.85，最低价是在259.6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同时也站上了4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74。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6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78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经过短暂的震荡之后便一路上行。上方是我们会看到在上行的过程当中一度是突破了274这个关键的压力位，那么在下午盘的时候股价一直是在280到286之间在高位震荡，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顶部的附近，生成了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那么我们刚刚也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又抱有大的成交量，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那么次日如果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突破292这个关键的标志位的。好，那么如果我们说日后股价出现回档，只要不跌破这根实体中绿 K 线的中线，我们指的是实体部分中线274这个位置，只要回档不跌破它，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因为经历这样的一个带有这么大的成交量，一根涨幅相当大的 K 线我们不排除会出现一个回档之后再上涨。对，我们也会看到碰巧呢这根实体棒的中线也是之前一个关键的压力位是274。那么股价如果出现回档，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根新生成的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低260，这个位置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因为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同时它的收盘价又站上了274，那274所在的这根 K 线4月9日同样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也就是说出现这样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之后说明在这个地方叫换手成功。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也碰巧是在还有一根抱有大量的 K 线，也就是4月2日这根4月2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高是在285。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一度冲破了它的最高，但是呢很遗憾收盘价又收在了这根 K 线最高的下方一点。那也就是说这个股价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一个阻力。那经过这样一个大幅的涨幅呢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如果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会一次会站上292，那如果出现回档，
不跌破274，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目前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继续上行。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分别是下行收盘价会在252和200，或者是在248附近。股价如果出现上行，收盘价会在265这个位置，或者是在276这个位置。而实际在4月25日，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虽然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76，与实际发生的收盘价在点位上相差较大，但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突破274这个关键的压力位。那同时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当日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是一路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好，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上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4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92。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位置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了。那么在到达292之前目前285 4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将是一个压力位。对，在4月25日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之后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它的前高，因此285这个位置，还有就是4月25日新生成这根 K 线最高在287。那么在这个小的区域呢，我们认为仍然是股价在到达292之前的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对，因为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们都提到过，从260，也就是4月24日这根 K 线最高，一直到上方的285、292，在这个区域，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在4月25日这根大幅的涨幅的 K 线也碰巧是在一个强压力这个位置是遇到了阻力，所以说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高开高走，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突破292的。但是如果低开低走呢，那么285到287之间将是近期股价如果是上行的话，它是一个依然是一个强压力。好，那么292如果能够被突破，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自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04，第三个目标是367，当然还有上方的420这个位置。当然如果股价是这样一路上行的话呢，或者说是在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一旦瓦解了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然后再建立多头趋势，一旦多头趋势建立，那它的目标就是这个488这个位置。好，我们说目标是488，不代表股价是一旦建立多头趋势就能涨到这个位置。我们说的是目标。好，那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仍然是214。目前在到达214之前的一个强支撑，我们刚刚提到了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260是一个强支撑。然后呢，接下来当然250关口也是一个强支撑，还有一个位置是224这个位置。那么这三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其实我们会看到股价自3月11日、3月10日以来，一直到3月27日这样一个低点和高点建立的
一个横盘区域，目前股价仍然处在这个横盘的区域，所以现在股价越来越临近向上突破的位置。那如果我们说股价不能够冲破292或者285呢，那么股价仍然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进行震荡。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260、250和224，那么股价将会有可能去测试214这个第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呢，将会再次出现底底低，也就是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82，在这个位置。第三个目标是138。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实体的中线是在255附近，那股价在盘中呢一直是在255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4月2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285。这个285我们取的是4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实际上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好，那么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能够在285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涨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次日盘中是在285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回档，或者说是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好，这是我们关注285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1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当然也含有短的上下影线。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也是较前一个交易周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站上了前一根 K 线的最高，同时呢也站上了这个4月7日当周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那也就是股价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是确认了止跌信号。那么股价呢同时股价又重新站上了5均值，当然还有10均值。那出现这样一根大幅上涨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K 线，又站上了几个关键的标志位，那么将预示着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继续上行的走势目标，我们认为就是要去测试20均值。那目前我们会看到20均值是在358附近，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是在350附近。我们在之前的在日 K 线图解读的时候，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提到过，如果股价在这个地方能够去横盘建立多头上涨之后，那么涨幅呢我们预测是在360附近。对，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遇到压力。好，那么我们纠正一下，在目前是股价如果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继续上行的目标，这个20均值是336，并不是刚才的358这个位置哈。好，那么股价要想继续上行测试20均值，目前上方的292将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其实我们从日 K 线图当中已经提到过，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好，那回档呢，我们认为这根实体棒的中线，也就是在260
这个位置其实260是刚刚我们日 K 线图解读的时候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在周 K 线图当中，这个位置呢将会是一个强支撑。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的话，当然5均值也是在它的附近。好，那么这是我们对当周新生成这根 K 线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的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预测说，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呢，收盘价会在232附近；如果出现上行呢，收盘价会在280附近。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50整数关口，碰巧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那么股价在盘中我们会看到也就是在周中一直是在我们给出的这两个收盘价的位置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那么最后呢，收盘价是我们看到是收在284.95，对。那么股价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80附近是基本接近的。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上涨，我们来看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继续持续上行呢，我们认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收盘价会在320附近。好，在这个位置，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4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60。碰巧是这根实体，就是我们取的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认为股价出现这样大幅的上涨呢，如果回档不跌破260，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如果出现继续上行的走势，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收在320附近。当然，如果出现回档呢，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45附近。同时我们要给出就是目前股价如果下行有2个强支撑，一个是4月7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在214，这是一个强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24。对，那么这2个位置将会是股价日后如果出现回档的极强支撑。对，极强支撑也我们指的是不代表不能被跌破，极强支撑指的是这是特别叫做更重要的标志位，因为这2个位置我们会看到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旦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这个两个位置呢，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大幅的下行。所以极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而指的是它是一个更关键的一个标志位。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那么下一周呢，我们再来回到周 K 线图再来复盘，我们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好，我们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4月7日和4月9日各5%进场和加仓。
成本位是在252附近。那么股价在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24，那么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一直是在这根绿 K 的实体部分进行震荡。那么到了4月25日收盘价在284.95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突破了这根实体棒的最高。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对于多头来说，我们是要继续加仓的，5%加仓。这样一来，我们的多头仓位将会达到15%，成本价将会到达263附近。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呢，我们给出的止损，可以守250这个位置，或者继续守224。对，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补充一下，多头加仓的条件是成交量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以上，收盘价站上前高，并且呢，收盘价还出现了一个向上的突破。所以说这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也就是说，这些条件是我们加仓的原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啊，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85一直到292，包括300关口。这是空头要守的一个区域。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是260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85到287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292，第三个压力位是从300关口到304，第四个压力位我们要给出在330这个位置，也就是2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呢，第五个压力位我们取一个整数关口是在35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62到266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这根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260。第三个支撑是从252到255之间，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在这个区域。第四个支撑是250整数关口。第五个支撑是224。对，我们依然守这根绿 K 的最低。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85，然后最低会到达275，收盘会收在280附近。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69，收盘价会在273附近。也就是第一个预测，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或者说是一个回档的走势。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8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0，上方会到达300关口。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96附近。对，那么出现这样上涨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突破292这个目标。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